如果科技持续的进步，我们真的可以活到150岁吗？还是说老化这件事早就写在我们的细胞里了？今天就想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人类到底可以走多远。人类花了几千年一直在和一件事情对抗，也就是时间。我们学会治疗感染、修补器官、延长我们的生命，但是有一个问题到目前还是没有答案，就是人类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极限？目前已知历史上最长寿的是122岁一位法国的女性。这个数字呢，已经停滞很久，都没有人打破了。那为什么会停在122岁这个数字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的医疗科技都没有进步，而是因为或许我们已经碰触到身体本身的一个边界了。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今天就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生物系统它是如何运作，以及是如何失衡的。那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介入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谈保健品，也不谈奇迹，我们今天只讨论那些科学上已经知道的事情，以及还需要探索的部分。很多人以为老化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用久了，所以坏掉了。但你知道吗？在生物学上，老化呢，它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被精心设计过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是从一个受精卵开始，不断的分裂成长。但你知道吗？细胞它是不能够无限分裂的，因为在我们的染色体的末端都有一个结构，称作端粒。你可以把端粒想象成是我们绑鞋带上面那个鞋带末端的塑胶套。那每一次细胞分裂，这个端粒就会短一点，也就是这个塑胶套呢就会再短一点。那当这个端粒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细胞它就必须要做出选择，它是要停止分裂，进入老化，或者是启动自我凋亡。这并不是故障，而是一种保护机制。因为如果细胞它可以无限量的生长，这样子的风险只有一个，就是癌症。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老化它其实就是在活得久跟不要失控之间做一个折中的选择。那很多人听到之后，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端粒，是不是当它越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得越久呢？但科学给出的答案是不完全正确哦。虽然说端粒它的确是跟老化还有慢性疾病是相关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调控系统。原因有3个。第一个，不同组织的细胞，它的端粒消耗速度并不相同。第二个，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种酵素称为端粒酶，它是可以延长我们的端粒，但同时癌症细胞也可以利用它。第3个，老化它不只发生在我们的染色体，它还发生在我们的代谢、免疫、蛋白质的稳定度以及细胞之间的协调度。所以如果你问我们可不可以单靠延长我们的端粒来延长我们的寿命呢？这个答案是风险很高，而且它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延长我们的寿命跟癌症，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在同一条线的两端。目前关于延长我们寿命的研究，主要的方向有3个。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减慢老化的速度。这个方向的研究，它所追求的不是让你活到200岁，而是希望你可以老得慢一点、稳一点。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控制慢性发炎，调整代谢讯号，影响细胞感受压力的方式，让你在80岁的时候看起来不像在撑，而是有活力的活着。第二个就是清除我们的老化细胞，因为如果老化细胞不清除的话，它就会释放大量的负面讯号，而去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周围这些健康的细胞。所以现在的研究呢，就是尝试着能不能有选择性的去清除这些老化细胞。这个研究方向是非常具有潜力的，
但目前呢，仍处于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距离人类普及的使用还非常的遥远。那第3个研究方向就是重写细胞的研究状态。这个研究呢，是目前最前沿的一个研究，但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个方向。研究显示，细胞的年龄状态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被重设的，但问题是，我们是无法精准的去调控要怎么重设。重设的太少呢，就没有效果；重设的太多，反而会失控。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如果你现在去问一位诚实的研究老化的科学家，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活到150岁？这个答案可能会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这个理论。但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老化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机制。人体它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当你牵动一条线的时候，可能就会带动其他的风险。更现实的未来是，或许我们该问的不是我们可不可以活到150岁，而是当我们在80岁到100岁的时候，可不可以活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我们很少去想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活得更久，但是你的身体却失去功能，你也失去了清醒跟失去了尊严，那这样还算延寿吗？科学现在慢慢意识到，延长寿命跟生命的品质并不是同一件事。也许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我可以活多久，而是我可以清醒自由地活到哪一天。我是 Dr. 纪宁，在科学里看见生命的奇迹，也在日常中把生活活成一场可以理解的实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